你们好，我是个扎纸人的，为了生计绑定了东方神话直播系统，我的手艺一流，用过的魂都说好。用过的魂都说也扎纸人，你见过魂吗？这是什么隐间操作？主播见过魂吗？魂长什么样子？你们想见魂？你能让我们见魂？要是能，我给你刷20个火箭。成交，不过得等着，现在还不到时间，你可别后悔哦。我要新的苹果17 Pro Max， 他们说你做的最好。夜游正出示一下，孤魂野魂概不出手。那是什么东东？我他妈抽烟呢！你们是不是傻？这肯定是投影之类的。17 Pro Max 都限售了，30年魂器不议价。哟，他们都有，我也要有。明天跳价先瞧，我没时间给你做，你先交10年定金。别杵在这儿了，打扰我干活。我后天再来。言而无信，诅咒他下拔舌地狱。饿了吃口饭。主播，你平常就吃这个吗？纸扎不挣钱吗？生意不好做，我爹借了3万小额贷，现在还没还完呢。哎，原来3万的小额贷实惨了。感谢王哥打赏的摩天轮 X2。哇，赚翻了呀！兄弟，如果你有事来找我，我给你干4800的活儿。龙城这一片我手艺最好。救命！好心打赏，结果在人家眼里已经要入土为安。好了，我下播了。呀，主播，今晚要通宵干活呢，拜拜。任务完成奖励500元，自动开启屏蔽系统。熬了一宿，终于把丧葬用品做好了，但他还不能休息，因为他做的仙桥必须到场盯着。朴师傅戏班子的人已经来了，都在等您呢。建国，你知道的，我现在不给人看场子。是您为我爹破了规矩，我给您加钱成不？丫头还没对象呢，你瞅瞅你哥混得多好，你这条件不好，干的营生也不好，难找哟。干活像个饿死魂，一点教养都没有。直播任务开启。哦，进来了，不过是大白天哎，难道白天也可以见魂？今天主播吃饺子了，救命啊！过年了，主播长得超漂亮哎，而且看起来很懒散，是我喜欢的那种颓废美人。滑流彩是最厉害的，感觉唱得很好。主播，就是那种很有力量的感觉。是死者的生平事迹，戏班子的人谱写成曲唱出来。他唱完要上仙桥。仙桥是连接人间与极乐世界的通道，这可是纸扎匠的看家本领，塌了可就砸招牌。戏唱完了，我先下播了。哪里来的愣子？不知道看戏的不能进后台吗？快走！建国没跟你说吗？我是给你们爷俩压场子的。就你这么个女娃娃，看着就弱，咋能压得住场子？我叫玉珍，是阴生子。你是阴生子，我叫方师傅，这是我小闺女方倩倩，今儿晚上就拜托你了。放心，有我在，让你闺女放心大胆的唱。方师傅，这就是我说的厉害的玉珍小师傅。有他坐镇，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好沉，我好喜欢。楠木棺材刻上季字，那可是柳州季家的手笔，价值不菲。宋建国这小子
真是发财了。有钱真好。唉，你好，是玉珍女士吗？我是牛牛借贷的，您在我这里有一笔贷款，已经逾期2个月了。知道了。起码比1分没有强点。你骑车不长眼睛啊！臭娘们，晦气！你看什么看？原来是个虐猫的，这么多猫灵缠身，怨气不散，这男人活不了多久了。要不是爷爷今天有事儿，今儿非要好好拾到你。虐杀动物，死后是要还债的，估计还完债，下辈子也就是个畜生道。无债一身轻，简直爽歪歪。真不错，我中午头看了单子，等会儿你得自己一个人唱，怕吗？我才不怕呢，都是骗人的。你说的对，等会儿上去了，什么都别想。白天那是唱给人听的，晚上要唱给脏东西听，这才算是宴请八方。是不是要见鬼了啊？好激动啊！救命！我也是，我心砰砰直跳。假的吧？这都穿过多低，告诉我是假的。我的妈啊，我头皮炸了！主播，我今晚睡不着，都怪你。那些鬼好像很怕主播哎，主播不是只是个扎纸人的吗？恶心了，那个男鬼头皮看戏，这挠痒痒也太狠了吧！你们这群小垃圾太废了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就不行了，一个个嚷嚷着要见鬼，见鬼了又要吐，一天难伺候死，大半夜的还给你们直播，还不赶紧小礼物走起！又菜又爱玩。感谢小鹿再次打赏的应援棒 X99。主播，你别财迷了，快点看戏台子啊！好大的狗胆，我玉珍罩着的人都敢碰，找死！让你好好看戏，你不看，敢乱我的场子，不知好歹的东西！主播这么生猛的吗？明明看起来很纤瘦。抱住瑟瑟发抖的我，让你们看戏，给你们好吃好喝的招待，是给你们脸了。谁知道你给脸不要脸，贱骨头！您说的对，是我贱，我不要脸，我才刚死，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就把我当个屁，放了吧，滚吧！玉姐姐，没事了吗？没事了。小师傅，我闺女儿没事吧？不会有事的，只是那色鬼捉弄她，灭了她肩头的2盏活灯，时运低。都怪自己财迷心窍，加上色鬼刚死不认识自己，不然也不会出这种事儿。花花世界迷人眼啊，这下好了。时运低，是不是还要见到鬼？我不要，我好害怕。别怕，我帮你把活灯点燃就是了。好了，你的时运回来了，很快活灯就会重新燃烧。我是阴生子，虽然吃正常人的食物，但需要阴气续命。如果体内的阴气干涸，我会像枯萎的花一样死掉。玉珍的这张脸长得真漂亮，近看就是一点瑕疵都找不到。她的五官很精致，丹凤眼，目光淡淡的，带着一丝懒散的意味。眼睑下的那颗红痣平添了一丝媚色，皮肤很白，苍白的没有血色，只有嘴唇有血色，像是易碎的瓷娃娃，轻轻一碰就能碎掉。明明应该瘆人，可组合在一起，却又让人觉得没有丝毫违和感。在想什么呢？你爹上台唱戏了，嗨嗨，快回神！玉小姐，你长得可真漂亮，有一种和别人不一样的美。不知道怎么形容。你认真的吗？我觉得你也很漂亮，哈哈。
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夸我长得好看，白天隔壁家的王寡妇还嫌我长得丑呢，生不了儿子。呵呵。王寡妇是谁？竟然敢嫌弃我老公？美而不自知，高级凡尔赛。谢谢你夸我，你也很漂亮。你爹在前面唱戏，我要去看着点，你自己待在后台，可以吗？只要不见鬼，怎么样都行。能加个微信吗，玉小姐？可以，我扫你。一天天在想屁吃，怎么可能会暴露我的微信？回家洗洗睡觉了。今天就到这儿了，拜拜。要是还想看直播，就给点个关注，主播带你上高速。没无限，没舍得用流量，终于可以补剧了。哇，你咋还这么瘦？是不是不好好吃饭？你闺女每天都吃一只大烧鸡，可咱就是长不胖，没办法，就是苗条。哈哈哈，净骗我！爹知道你过的啥日子，爹不在，你得好好的活，自由自在的活，别抓着以前那点事不放，没人怪你。爹，我想你啊，你别走，别留下我一个人。好好的活，自由自在的活嘛。他爹不会再回来了，也不会给他托梦。玉珍永远都看不见他爹。玉珍呐，4缺1，你搓不搓？多少钱的？1块的。不去。5毛，5毛行了吧？5毛行，那我陪您几个乐呵乐呵。那你快点，在村口等你。哎呀，玉珍来了，快坐快坐。玉珍都快忘了打牌是啥滋味了，2年没打麻将，都要喝西北风，哪儿还有闲钱打牌？可现在不一样。老宋儿子可真够孝顺的，办得这么风光，也不知道出去干啥挣着钱了，办个丧事这么往里头投钱。西风不知道，在外面做大生意的吧，往年就不回来。做啥大生意啊？谁不知道老宋家儿子是个文盲，能挣着啥钱？我看估计是没干啥好事儿，说不定给人挖腰子呢。王婶儿，你真敢说，挖腰子那可是犯法的事儿。再说了，现在网络这么发达，又不是非要有文凭才能挣到钱。今天手气这么好，运气。不玩了，我下午还得去浇地呢。散了，回家吃饭去了。打了1中午头，饭还没吃呢。玉珍家的厕所是旱厕，之前村里搞改革，政府给出钱安装马桶，至于冲水还是挑粪，就看自己选择了。她可没钱改造下水，就一直自己挑粪。想来她也算是个挑粪女孩，等再赚点钱，一定重新搞个下水。一直这么自己挑，确实有点受不了，特别是夏天，太脏了。我的纸扎手艺绝对是没话说，做的每样东西都能活灵活现，1个钟头苹果14做出来，就跟地主卖的一模一样，完全找不到破绽。到时候烧给薛倩倩她自己，去专柜激活就可以使用了。村子里就是这样，不比城市镇里热闹喧嚣，但玉珍更喜欢这样安静的环境。她一个人独居在村子里，事事都要自己做，她也没什么朋友，没什么社交，别人都有个同学什么的。他没上书，但是跟鬼夫子学过学问，字他还是识的，只是村里人不知，就以为玉珍是个大字不识几个的文盲。后来夫子心愿了了，就投胎去了。仔细算算，今年也该7岁了。正所谓饭后1根烟，赛过活神仙。
原来赚钱这么容易，我要潇洒，我要挥霍。20多的裤子，买80多的鞋，买9块9的 T 恤，买这10块8块的还叫钱？我现在可是万元户，不差那点钱。快到12点，一会儿女鬼薛倩倩该过来拿货了。检测到直播任务是否开启？来了，我新人真能见鬼吗？老公的叫的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冲主播的颜值，老公太 A 了。哟，小黑小白，好久不见啊！好久不见，最近太忙了，一直都没时间找你玩。这是来找你的吧？在门口碰上的。我客人过来订的14，嗑药了。这是芨芨草的味道，这种草只生长在地府，有致幻兴奋的作用，类似于人类的大麻，但不成瘾。地府允许食用，由地府发放，带着夜游证，1个月可以购买2克。看薛倩倩这样，少说也嗑了有10多克的样子。嗑大了，估计是惨了挺久的，一下全嗑了，正好抓回去完成指标。直播混口饭吃。这2位就是地府的黑白2军，不过是第2代。第1代是你们熟悉的，已经退休投胎去了。小白、小黑，打个招呼。好帅呀！原来鬼都这么帅吗？都是人类，能看到我们；都是人类，能看到我们。鬼是灵魂，是特殊的能量体，人的眼睛是看不到的，电子产品是无法看到的，必须要通过特殊的媒介，例如柚子叶、柳叶、牛眼泪和符箓。一开始，黑白无常以为直播间看不到自己，可其实他们从进门开始。我有媒介，我这可在好好宣传鬼界呢，别跟我说不让播了啊！我这一天穷的拉裤兜子，就靠着这点钱吃饭呢。欧阳家的香烛真不错，最近太忙了，好久都没吃了，快馋死我了。黑白2眼，恭喜你获得银手铐1副。运气不好，你说你什么时候嗑不行，偏偏今天。你去面壁罚站，还有点事儿要跟你说，说完了就带他回去蹲耗子。啥事儿？咱就是说，你这日子过得真不让鬼省心。你看看你穿的这 T 恤，还是前2年的吧？连个电视、电风扇都没有。我可都听别的鬼说了，馒头、咸菜、爬爬地瓜，这都什么东西？我真怕你这我这不现在直播脱贫吗？所以啊，我这不是给你找了个好差事。你也知道，这2年地府大力发展，真伤不起。老王准备退休了，我这实在是腾不出来滚。我和判官商量过了，准备让你老王准备退休了，他老婆去世了。龙城这一片归名为王云飞的鬼差馆，胖胖的，看着谁都是个笑模样。他民国的时候就死了，差不多死了有7、80年，一直在等他老婆，为此还在下面考了个职位。说等着他老婆来了就退休，在下面过几天好日子。都90多了，寿命到了，老王再干2个月，正好满70年，是要在下面做点小买卖，当一对鬼鸳鸯，还是重新投胎，就看他自己怎么想的了。90多了，可真不短。现在平均寿命也就70年左右，算是高寿了。他退休了，这位子就空下来了。下面搞建设，腾不出来鬼。你上任1个月5年鬼气，5险1金，年底13薪。真的？1个月5年鬼气，5险1金，加上年底13薪？真的，我还能骗你不成？我们几个有多疼你还不知道，就差把你供起来了。人类都有猎奇和好奇的心，来你直播间的都是过来见鬼的。你当了这片的负责人，引魂都归你管，不愁没人看了。废物长哥哥说的对啊，赌博你就同意了吧？确实如此，人都有好奇的心理，特别是从来没见过的。我干，今晚上我就上任。不着急，说了等下个月呢，就是提前过来知会你一声。小白给你的。最近要搞嘉年华，给你弄了一张，我记得你挺喜欢喝奶茶的，这个是通票，你想吃什么都是免费的。倒是很久没看见判官他们了，最近这群小鬼都比较安分，连官司都不用打了。有时间就来下面玩。不敢下去玩。这2年地府发展的可快，日新月异，比你们人类可差不了多少了。时候也不早了，我和大黑等会儿还有个会议要开，先走了。有事找小白。
好嘞，到时候嘉年华见。宋可单亲母亲，丈夫死了，儿子就是她的命，自己开了个小卖部，本来很幸福。可从1个周前，儿子忽然高烧不退，一度发烧到40度，医院检查一切正常，让他先把小孩带回家看看。儿子一直不醒，当妈的心急如焚，各种求医问药之下，听人说有可能是冲撞了脏东西，被勾走了魂儿。他虽然平常不迷信，可到了儿子身上，他是一点都不敢含糊。迷信也好，不迷信也罢，只要为了儿子好，他什么都去做。殷童子，闰年阴月阴时所生的8岁以下的小孩，又与玉珍这样的应生子不同。玉珍的娘是死前憋着一口气儿，死了之后用那口气儿生下来的，又称之为尸生子。尸生子身上没有阳气，介于人和鬼之间，虽然表面上和人无异，却必须要补充阴气才能续命活下去。他不信出马仙的话，又陆陆续续的找了几位大师，一半是坑钱的骗子，另一半有点道行的，和出马仙所说相差无几，就是一点办法没有。他万念俱灰，守着儿子几天几夜没合眼，直到刚刚不小心点进了一个广告，就进了直播间，看了2眼就准备退出。可就在这时，他看见弹幕都在说昨晚上见鬼的事实，包括玉珍暴打色鬼，他不由自主地看了下去，然后看见黑白无常。绝望之下的人会异常迷信，一点点希望都是他们无法放手的稻草。如果是黑白无常，一定会有办法，他要让玉珍注意到他。哎，当妈招魂我不会啊，我帮你问问小白哈。没错，我根本就不会招魂，什么符箓、道术、算命，我全都不会，只是单纯的暴力无敌。小白，我这有个观众说他孩子魂丢了，我不会招魂啊，你帮我找找看呗。主播很厉害，这样才能好公也好帅渣纸人。把生辰八字和名字给我，我翻翻生死簿。现在的生死簿已经批量化，并不是只有判官才可以有查阅权，只要在地府有些职位的，人手一本。生死簿上记录人的寿命、一生，包括在哪里做了什么，都会随着人的改变而改变。至于鬼差这些每天勾魂，都是上面下达任务的，会告诉你死亡地点、时间、叫什么、年龄、长啥样。人间有微信，地府有鬼通讯，就像是薛倩倩有手机是一样的，和人类没什么两样，甚至做的比人类更好。虎虎妈妈，你私信我，把你孩子的照片、姓名、生辰八字给我。系统这个私信功能是可以设置的，为了不被人打扰，我特意设置的只有打赏超过1万元以上才可以私信。很显然，这一堆烟花就已经超过了1万块。毕竟我这个人嘛，贪财的很，钱是我不管，可只要钱到位，通通都干废。黄泉乡，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地府的一个地方吧？鬼的世界和我们一样吗？也有游乐场什么的？虎虎妈妈，你私信我，把你孩子的照片、姓名、生辰八字给我。殷童子，殷童子，殷童子难得，别是被哪个老家伙关起来不还了吧？主播，听起来很牛的样子，类似唐僧肉吗？哈哈，找到了，怎么在他那儿？果然如此。宋天虎现在在伊尔根觉罗玄月那里。伊尔根觉罗玄月属于满清8旗之一的正黄旗，家世不算显赫，但他从小天赋异禀，善骑射，力大无穷，骁勇善战，立下赫赫战功。后来死在战场上，由于杀戮太重，是要留在地府受苦赎罪才能投胎转世为人。但玄月是个硬脾气，你不让我投胎，我就偏不投了，转头做了8大鬼王之7的西北方鬼王。白无常之所以这么讨厌玄月，主要还是因为这家伙收了不少厉鬼当喽啰。黑白无常好几次带鬼去围剿，都吃了败仗，搞得白无常被其他同事嘲笑了好一段时间。玄月这个疯婆娘简直就是有毛病，人在哪你知道了，我可不管，我见着她一眼能直接给我气脑血栓。醒醒，你已经死了，你不会有脑血栓。笑死我了，生气的白无常也好好看。啥事儿能把白哥哥气成这样，瞬间就翻脸了？别上火，别上火，这事儿都过去可久了，咱就不跟他一般计较了。你不是还要下去开会吗？我等会儿要走音，就不送你了。到时候端午节见啊！你去估计也是，不过你俩都是疯子，就得看看谁更疯。谢谢，我不疯。我帮你一次，你在家里好好等着吧。对方不是一般的鬼，如果让他知道我直播，我是没所谓了，但你们绝对死定了。拜拜，下次直播见了。直播任务完成，奖励1000元。此次直播共有31万人观看，截屏43万张，录屏视频40万部。是否开启屏蔽？屏蔽。鬼王不怕太，不用吃饭，
没有心跳和温度，剩下和人类一样，稍微伪装一下就可以混迹在人类当中，和他们一起生活。而玄月也是如此，他在香河市郊外买了一座山，盖了一间7进7出、十分阔气的四合院。你看我像是害怕的样子吗？还吓唬我，我也是灵体啊！你脑子纯纯属于有毛病，还吓唬我？我也是灵体啊，兄，没10年脑血栓绝对干不出来这没脑子的事儿。既然是远方的朋友，就进来吧。可把我羡慕坏了，一个死鬼比我都有钱。大晚上的，格格好有雅兴。小丫头片子，这是咱们第2回见吧？你这日子过得可以呀，你也太有钱了。他和玄月关系说不上好吧，但也不像和白无常闹得那么僵。他只在2年前见过玄月一回，没想到隔这么久再见，人家已经稳当当的是个富婆了。7进7出的大宅子就不说了，这一身金银珠宝，眼珠子都要晃瞎了。再一看自己，9块9的背心、大裤衩、人字拖，全身加起来50块钱都没有。玉珍顿时一阵满满的羡慕，做鬼能做成他这样，也实在是太幸福了。都是我的陪葬品，人类很喜欢这些东西，我卖了很多钱。姐姐，你以后就是我亲姐姐，你看你还有没有什么瞧不上眼的玩意儿，给我2个，我这穷的叮当响啊，我的亲姐姐。怎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？你先把手松开。不嘛！救命！这个奇葩的劲儿怎么这么大？别再摇了啊，我手要断了啊！快松开啊！好姐姐，咱们要实现共同致富。您是谁啊？燕京城大名鼎鼎的格格将军。这家伙脸皮厚得跟城墙一样，和以前倒是有些不一样的。他在2年前见过玉珍，玄月记得很清楚。2年前的冬季，血月高悬，少女一身白衣染透了血，像是一朵朵盛开的红梅，目光冰冷的刺骨。少女舍去了人类的情感，变成了怪物。玄月姐姐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这次过来是有事情找你的。你找我做什么？我们关系没那么好吧？不过就是见过一面罢了。唉，您人美心善的，肯定能同意。我这儿有个朋友，他家小孩丢了，我这儿找人一算，原来在姐姐您这儿呢。姐姐说巧不巧啊？我说你怎么会来我这儿？还一口一个姐姐叫得这么好听。原来你在这儿等着本格格呢。我告诉你，这孩子不可能还回去，是要在这儿陪我的。果然和大黑说的一样，这婆娘还是说发疯就发疯。她不过是个阴童子，虽然罕见，可就算练成鬼丹，对你来说也没什么用吧。玄月已经算是极为厉害的了。阴童子虽然制成鬼丹可以增加道行，但也只是对于小鬼来说如有神助。越是高级的鬼，效用就越弱。像是玄月这种级别的，基本等于没用。谁跟你说我要做成鬼丹了？你不会要当童养夫吧？别开玩笑了，姐姐，您这岁数都能当他祖奶奶了。不是吧，这是默认了。怎么了？不行吗？他就一光屁股的小崽子，你都多大岁数了？估计得比他祖宗还大了。你这不是老牛吃嫩草吗你？而且你想想，他当你童养夫，你还得管他妈叫妈，你能叫得出口？他不会再见到他妈了，人是不可能还回去的。你走吧，看在你也算叫过我一声姐姐的份上，我不杀你。这你就有点吹牛啦。放在以前自己全盛时期，咱俩谁输谁赢还说不准呢。不行，自己有人啊，他可以摇人。不是，人家也没说非要给你当童养夫啊。他有家人有妈妈，就算你把他强行留在这儿，你怎么确定他就能和你在一起？小孩子的心灵是非常脆弱的，你不让他见妈妈再恨上你咋办？而且他岁数这么小，你可以等他几年啊，或者搬到他家对门，慢慢培养感情。这叫啥？这叫养成，懂不？他之所以这么执着于小崽子，是因为小崽子是他生前的恋人，生前没在一起，死后他去投胎，自己也找不到，地府不给他生死簿，他画了这么多年，才终于找到他，想让自己放手，绝无可能。和玉珍所说一样，虎虎自从来到这儿，一直哭着喊着要妈妈，我被磨得没法子，给下了一道昏睡咒，关了起来。如果虎虎恨上自己，还会和自己好吗？答案肯定是不会。如果按照玉珍说的去做，说不定有机会，我可以夜夜入他梦，时常见他，给他好吃的好玩的，慢慢陪着他长大。养成也许也是个很不错的办法。我之所以这么执着于虎虎，是因为虎虎是我生前的恋人，
生前没在一起，死后他去投胎，自己也找不到，地府不给查生死簿。我花了这么多年，才终于找到他，想让我放手，绝无可能。你毕竟是鬼，你也不会老。如果不出意外你死不了，你就花点时间等等呗。你就从小灌输给他你是他媳妇儿的思想，等他长大了，保准对你死心塌地，非你不娶。我与卡娜是在戏园子认识的。他是当时最火的角色。我有次从军营回来，远远的便听见梨园里他在吊嗓子。见到他之后才知道什么叫一见钟情。后来我没事就去听他唱戏，慢慢的我们相知相爱。可惜戏子在当时是最低贱的玩意儿，我阿玛不同意我们在一起，求皇上给我指婚，给了富察家的子弟。我二人本来想着再私奔浪迹天涯，不料当时蒙古突然挑起事端，我奉命去扫荡蒙古部落，一时不成死在了战场上。我惦念着卡娜，魂魄飘回了京城。那时才知道，我上战场的前一天，阿玛就派人把卡娜绞死了。后来我去地府询问，得知卡娜已经投胎去了，而我杀孽太重，必须要受苦受难才能转世投胎。我不服，便离开地府游荡在现世。我找了卡娜这么多年，一直没有她的消息，直到几天前，我身边的侍女带回来个婴童子献给我，我一眼便认出来，这小崽子就是卡娜的转世。真是感人的爱情故事，把我都快听哭了。装，你继续装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快要睡着了。虽然你们的爱情很感人，但是那孩子的妈妈也是拼了命10月怀胎生下来的。你就算不为了那个女人着想，也该为崽子着想。正所谓有妈的孩子像个宝，没妈的孩子像根草。把他送回去吧，你的时间还很多，何必急于一时？你口才确实挺厉害的。但你说的对，我爱卡娜也很自私，但我不能为卡娜做决定，我会等她的。毕竟你也说了，我还可以留在人世很久很久。姐姐您人美心善又聪明，能这样想就对了。咱少说也能活千把年的，着急啥啊？对吧？他都成老头了，咱还依旧貌美如花，他还不得把你当祖宗一样？你嘴巴甜，白无常可不会说你这么好听的话。行了，你回吧，我再看看他，天亮之前就送他回去。那我先回了，这大晚上的确实有点困。提个建议哈，下次就别让门口那个女鬼守门了，她好像脑子有点病。为什么？不说了，天亮之前儿子就能醒了吗？可是为什么还没有醒过来？妈妈，你怎么了？你哭得好伤心，你不要哭哦，别哭呀，妈妈。不哭，妈不哭，你醒了就好。他能干什么呢？他也不知道。玉珍的日常就是有活的时候纸扎，没活的时候就在院子里仰天发呆，或者看看手机刷刷视频。虽然很不舍得动，但他准备把家里的下水系统改造一下，顺便安装个空调。太热，每天睡起床都一身汗。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，除了像他这样守着铺子挣不了俩钱的，基本上都能安装上空调。村里也不比城里差多少。当然了，得抛去玉珍这种特别穷的，玉珍的穷是村子里众所周知的。哎，真不舍得花啊！这好不容易算是脱贫了，一下又要回到解放前了。但是我确实已经不想继续当挑粪女孩了。他不准备找镇上，哪儿的人不熟，工钱高不说，有的时候不看这一点容易瞎搞。村里正好有一户姓王的人家是给人盖房子通下水的，去问问他能不能干。先去镇上的银行取点钱，干活要交一部分定金，而且村里人都知道我穷，到时候可别以为自己没钱不给干活呢。顺便再买个空调回来。美女，要买点啥？我想买个空调，智能的那种。咱家都是智能的，不过美女你还得买个小爱音响，这样配合着使用才可以。有 0.5P 的，还有1P 的，看您自己的选择了。一般房间里是 0.5P， 客厅是1P 的。真是农民翻身当家做主了，自己现在竟然连空调都敢看了。都多少钱？0.5是1599，1P是2499，咱们是代安装的，不额外收取安装费用。家里是3个房间，客厅和自己睡觉的地方是连在一起没有门的，还有一间厨房和单独的一间储藏室。0.5有点小，
反正现在有钱了，EP 也就2499，还送货上门安装，还可以剩下一笔安装费，4舍5入，和0.5的也差不了多少。EP 的吧？还有你说的那个小爱音响，也给我拿一个。好的，您刷卡还是现金？支付宝还是微信？现金，加上小爱音响，一共2780。您留下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，下午就让人上门安装。夏天啊，最适合吃冰凉凉的东西了。吃点什么？冷面。不要香菜，不要葱花，不要西红柿，不要放太多醋。他吃不了酸的，牙会疼。这都不要吃什么？光吃面啊？矫情。他没什么朋友，通讯录的人少得可怜，大多数都是客人，还有几个是同村的年轻人。不过同村的年轻人都出去闯荡了，像玉珍这种蹲在村子里，最远就只来过镇里的，就只有他一个。海贼王就要更新了。他愣了一下，不知道是谁突然找他，估计是有人给他发广告，或者是拼多多砍一刀。拼多多刚出来那阵儿，玉珍也想让人帮忙砍一刀，或者弄个红包，可惜找遍列表也不够，他已经放弃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了。我一个农村人，能帮上方倩倩什么忙？看得头晕眼花，这是在写作文吗？不想出远门，而且我不会抓鬼。好，地址和电话给我。我一个农村人，能帮上方倩倩什么忙？这是在写作文吗？只要有钱，我又能做到，让我去太空摘星星我都干。今天有点太仓促了吧？可是1万块钱最重要。还挺礼貌的，我很喜欢有礼貌、听话又懂事的小孩。重点是他很有钱。我下午有事要出远门，等我回来再打电话过来，再上门安装。这样藏的比较隐蔽，虽然家里没什么值钱的玩意儿，但不怕1万就怕万一呀。忘记充电了，锁起来吧。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，而且还是9河那么远的地方。准确点来说，应该是肉体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。之前我灵体的状态去过很多地方了。真好啊！可以留个微信吗？当然没问题。我下车了，我们微信联系。还挺巧的，我们在同一站下车。大师，是我，我叫宋玉，你和想象中的不一样。哪儿不一样？青面獠牙还是什么？就是很漂亮。我以为做您这行的都是岁数比较大的。大师，这是我哥，叫宋晨，他说你们在车上见过面了，我们真有缘分。这不是在车上找我要微信的男生吗？这也太巧了吧！你好，实在是太巧了，没想到我弟弟说的大师就是你。是挺巧的。我叫玉珍，方倩倩应该跟你说过我的名字吧？嘿嘿，您是大师吗？这么叫显得尊重。方倩倩说了，你可厉害了。我叫玉珍，方倩倩应该跟你说过我的名字吧？您是大师吗？这么叫显得尊重。方倩倩说了，你可厉害了。9河地势平坦，很少有坡，所以开电车更省油一些。大师，咱们先去吃饭，然后再去我家。可以，只要不用我花钱就可以了。好嘞，想吃什么？随便。那就吃海鲜吧。我知道有一家海鲜挺好吃的，那儿的生蚝和螺蛳虾贼绝。你除了吃还会干啥？9河都让你吃遍了吧？吃遍说不上，但10之8九。宋晨比宋玉年长2岁，现在在外地上学，学的是大冷门考古专业。本来是准备端午节休假回来的，结果宋玉一直说自己被笔仙缠上了，又说找了个大师，他怕弟弟被骗就回来了。可没想到宋玉找的大师竟然就是自己在车上见到的玉珍，缘分实在是奇妙了。
而玉珍则是觉得宋玉状态很好，虽然身上有淡淡的阴气，但完全不像是方倩倩说的那样被吓惨了。她哪里知道宋玉就是个没心没肺的，一开始是被吓到了，但很快就恢复了过来，紧接着就开始找大师帮忙。害怕是害怕的，但他性格跳脱，倒也不像别的被鬼缠身之人那样犹如惊弓之鸟。玉珍可真漂亮，就是穿得太随意了，不知道是不是大师都这样。大师，您包里装的都是什么呀？符纸啥的吗？不是，是我的衣物啊。那您怎么抓鬼？自有办法。那您多大了？是哪个道观的呀？23，不是道士，是纸扎匠。方倩倩没跟你说吗？啊，这下弄不懂了。不是道士，怎么抓鬼？而且纸扎匠，是我想到的那种纸扎匠吗？你查户口的啊，没完没了的。会抓鬼的又不是只有道士。宋晨其实并不相信鬼神之说，毕竟他是知识分子，相信科学。可是他弟弟说的实在是玄乎才回来。那大师，你晚上有把握吗？我的小命可就交给你了。别怕。他声音很轻，带着一股懒散的意味，但却让人出奇的感觉到安心。这么镇定，看起来很有信心，应该没事吧？大师，您看看您要吃啥，不用给我省哈。你点，我不知道这里什么东西好吃，光是看包间的布置就知道这里的菜很贵。说实话，也没吃过什么特别好的，所以也不太懂哪个好吃，哪个不好吃。行，那我点生腌、花蟹、海鲜、日本豆腐、海鲜皮蛋、清蒸螺蟹虾、清蒸大闸蟹、辣炒花蛤、帝王蟹一只，一共8样，寓意好，是给足了玉珍脸面。救命！帝王蟹，这东西只在短视频里见过，一定超级好吃吧？大师，你是不是经常见鬼啊？你都是怎么见鬼的？牛眼泪真的有用吗？他只在梦里被鬼缠身，现实中还没遇到呢。他的问题一个接一个，像是炮弹一般砸过来。玉珍平时是懒得回这种问题的，但毕竟人家请客吃饭还吃得这么好，也就耐着性子回道：我是阴阳眼，牛眼泪可以见鬼，但这东西很少见，而且要经过特殊处理。阴阳眼？天哪，我以为这是只有在小说里才有的情节。阴阳眼不少见，婴儿刚生下来阳气弱，也可以见到脏东西，慢慢长大，身上的阳气渐重，也就看不到了。2岁以下的小孩都能见到，一旦超过了2岁还能看见脏东西，就说明他阴气太重，阳气不足，命灯没有燃料，活不过8岁便会夭折。被科普到了，阴阳眼竟然还有这么个说头。那大师，你就一直住在村子里吗？没想过来大城市吗？如果来了大城市，肯定可以挣到很多钱的。现在好多人都迷信呢，什么买狐仙、求姻缘之类的。没想过，我是不会放着铺子不管的。我可以出远门，但总归是要回家的。那小小的纸扎铺子是我和我爹的家。大师，大师，大师，大师！阿玉，你有完没完？玉小姐都快被你烦死了。好受伤啊，竟然被人嫌弃了。玉小姐，你别生气，我弟弟他就是话痨，还有点多动症。没事，谢谢你倒的茶水。您的菜到齐了。玉小姐，您是客人，您先动筷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撑了，吃饱了。玉小姐，你吃饱了吗？饱了。那我去付账。我们一起下去吧。大师，今晚您准备怎么抓鬼？我看您也没带个工具啥的。我有我的办法，你不用担心。这里全都是叠拼别墅，有大有小。在九河这样的寸土寸金的1线城市，不要说是叠拼了，就连普通的楼房也价格昂贵。在九河最差的一个地段的房子，也是龙城的2、3倍。你和大师先下，我停车。这叠拼的面积真不小，一层得有100多平吧，除了地上4层，地下还有2层，这妥妥的土豪家庭啊！楼上还有别的住户吗？玉小姐，你对我弟弟说的事情有什么看法吗？看法？我没什么看法啊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！真是个话题终结者。幸好停车位就在2楼门口，不然还得跑回来。哥，我们聊什么呢？没聊啥。我才不信呢！大师，我们现在要准备点什么吗？等脏东西自己找上门来就可以了。哎，怎么就我这么倒霉？明明别人玩都没事的，就我们几个有事儿。你确实挺倒霉的。不是吧，大师，连你也这么说我，我是有多惨啊？我应该也没那么倒霉吧，起码每次刮彩票都能中奖的，虽然都是5块钱的不赔不赚，但得到了快乐呀。
我不知道是从谁那儿传来笔仙这种灵异游戏的，但确实可以招鬼，但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。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不知道，只是因为鬼魂刚好路过而已，觉得好玩便过去满足你们的愿望。可每个鬼的性格不一样，有的觉得好玩，有的就懒得搭理你们。这就是为什么有成功有失败，所以这是个概率的问题。遇到了贪玩的鬼不算倒霉，倒霉的是你们碰上了会杀人的鬼。鬼有好有坏，有的生前就是恶人，死后就是恶鬼，依旧捉弄人玩弄人。地府的鬼差也会去捉拿这些不守法的，但依旧有法外狂徒。有的鬼愿意无偿告诉你们想要知道的答案，可是有的鬼你们要和他做交换，用什么交换对方说的算。不过眼下看来，你们招过来的那只鬼想要你们的命，要你们的命。杀人的鬼，那怎么办？4个人，2个跳楼，1个疯了，现在就只剩下我了，我不想死啊！没事，就算我打不过，我可以摇人。要真打不过再摇人，等人来了，黄花菜都凉了。对我有点信心，就算厉鬼来了，我也一个能打10个。他是一点没吹牛，虽然前2年元气大伤，但对付厉鬼这种的，就是动动手的事儿。只要不是厉鬼以上的来，他都能轻松摆平。那就拜托你了，大师。帅哥，能做点饭吗？有点饿了。家里有火鸡面，还有培根大虾啥的，让我哥去给你做。他可真是我，真苗条，长得也好看。要不是大哥喜欢，我也想追一追的。不过眼下最重要的是活下来。宋晨不仅读书厉害，玉小姐，我去给你做。做饭也很厉害，爸妈经常出差，就他照顾弟弟，所以练就一手好菜。谢谢哦。他烤脚丫的样子也好可爱，一点都不矫揉造作，好真实，好可爱，好喜欢。哥，你是带着800米后的滤镜吗？他们哪知道，玉珍见过的场面可比这恶心多了，早就已经习惯了。好了，你快吃吧。你们不吃吗？不吃，晚饭吃太多了，现在还很撑，一会儿想去拉一泡大粑粑。难道不恶心吗？大师果然就是大师，承受能力都和别人不一样。不愧是我看上的女人，面对这样恶心太辣了，虽然很好吃，但以后不想再吃了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不能吃辣。没事没事，很好吃，所以我才忍着辣吃完了。我去开门，你们在这待着。我跟你一起去吧，还能撞哪儿？人家小姑娘都没害怕呢，自己往里看。听话。那你小心一点。这是鼠王。何为鼠王？并非是老鼠之王，而是10几只老鼠鼠尾交缠，自成死寇，成群生活，同生同死，便称之为鼠王。而鼠王则是用来报丧的，就和猫头鹰一样，晚上叫，第2天就会有人一命呜呼。这种报丧方式源自于几百年前，一直到建国时期还有，但近代就很少见。是骡子是马，拿出来溜溜。光是搞这点东西，可吓不到我。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听到有老鼠在叫？没事，就是你家门口的脚垫该换了。玉小姐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一切都交给我，你们不用怕。不过是鼠王报丧，没事的。哥，你坐我身边，你和大师把我夹起来，我害怕。别怕，我们应该要相信玉小姐，这次完了，以后不准再玩这种灵异游戏了。不敢了，我不敢了，以后再也不玩了。12点了，鬼是不是要来了？不一定，凌晨2点至4点是阴气最重的时候，那时候鬼门大开，百鬼夜行。果然，电影里都是假的。现在也挺无聊的，我们看会儿电影吧。还没走，就在门外。鬼将，失算了，怎么会有鬼将？鬼将，
鬼也有等级，最高到低分为地缚灵、普通鬼、恶鬼、厉鬼、鬼罗刹、鬼将、鬼王。眼前的鬼能凝结肉眼可见的实体，已然是到达了鬼将级别。失算，怎么会有鬼将？难道我也有阴阳眼了？我也能看到，我竟然真的见鬼了！这要是放在以前，是绝对不会信的。和阴阳眼没有关系，是因为对方魂魄已经强到肉眼可见的地步。不过是个笔仙灵异游戏，为何会招来鬼将？他们的时间都用来修炼，要么就是伪装成人类继续生活，更不会随意杀人。他身上的阴气虽然无比浓郁，鬼气森森，但还不是很稳固，应该是新晋的鬼将。直播任务已开启，请问是否连接系统直播？连接，这也算是个直播的好素材。人鬼大战，谁见了不得说一声牛？咦，今天老公也好帅呀！什么玩意儿不讲武德啊你！回房间躲起来，不要出来。好，你小心点。这鬼玩意儿是死抓着宋玉不放。浑身上下无一处不疼。快跑吧，主播！越级挑战使不得啊！就是，你要是死了，以后谁给我接话？笑死！我以为多能耐呢，害怕弱小无助可怜蛋蛋亲。我真的不想死，不想死啊！好弱，为什么自己这么弱呢？直播已断开，好像自从爹死了之后就倦怠了呢，以至于区区鬼将都能踩着自己的头拉屎，好痛啊！真的好痛！如果爹看到这样，一定会很心痛吧？爹一定会哭的，摸自己的头问：娃娃不痛啊，我的娃娃，要是爹能替你痛就好了，我的娃娃。不能死，不能死啊！我要让你灰飞烟灭，彻底消失。救我！救他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一开始我以为只是简单的笔仙，可来的却是鬼将，被人控制心神，一心想取宋玉性命。被我打败的时候，却突然恢复心智，让自己救他，结果又出现婴儿啼哭。这一切的一切，实在是太过异常。出来吧，没有危险了。没事了吗？只是被暂时打跑了，但还会卷土重来。他对你很有执念，这中间肯定有什么问题。你得罪过什么人吗？我哪会得罪什么人啊？年年3好学生扶老奶奶过马路，这就奇怪了，到底为啥对你这么执着？先调查调查吧，得找到源头才能处理。不过吧，这价还得往上提一提，这次太凶险了，是鬼将级别的，不同于普通小鬼。只要玉小姐能救我弟弟，多少钱都可以。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只是我们现在得找出来，为啥会执着于宋玉。不过今天时间太晚了，咱们明天再说。有我的房间吗？还是我出去住？出去住你要包住宿费的。楼上有客房，大师您住客房吧。好，那我去休息了。这一晚睡得很不错。大师，你醒了。饿了。什么时候吃饭？现在就可以，我们一直在等玉小姐醒呢。昨天晚上绝对是这么多年他们最难熬的一宿。虽然知道女鬼已经被玉珍赶跑了，可一闭上眼睛就忍不住回想女鬼，难以入睡。哥俩就这么从半夜熬到现在，基本没合过眼。哦，那走吧，早上吃点清淡的，面条就可以。你们不吃饭吗？没胃口，玉小姐你吃就可以了。哦，
要说什么就说，我又不能吃了你们。大师，你说我们今天干什么呀？猜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4个人里，现在已经死了2个，你还活着，还有1个进了精神病医院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死了2个，追杀1个，而另一个只是进了精神病医院，一直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，是不是说明阿玉和那2名死者有关联？精神病只是被卷入其中，然后被吓疯了。bingo。你和那2个死掉的人一定有共同点，而这个共同点是对方必须要得到。我们可以先去精神病医院看看，先看看那个人是真疯，还是为了保护自己假疯，同时将他的信息了解清楚，再和你们3个人的对比，就知道原因了。你知道在哪个医院？我刚刚问过我学姐了，就在九河精神病医院。亲爱的广大市民，最近九河出现多起连环失踪案，失踪者大多数为女性，请广大市民们出行注意安全，减少夜间出行或是结伴而行。连环失踪案，这也太吓人了！现在治安这么好，还有人敢这么大的胆子啊？你见过的阴暗面，不过是这个世界灵性半点。是啊，昨天算是我栽过最大的跟头了。美女姐姐，我想探望一个叫袁芒的病人，我是他同学。袁芒在302，只能探望10分钟啊，到点了就要赶紧出来。谢谢。天哪，这也太诡异了！确实挺诡异。袁芒，你还好吗？我是宋玉。宋玉，你喊喊他。啊！宋玉，快走！袁芒，快醒醒！阿玉，快去叫护士！护士，护士，203的发疯了！之前没有自残行为，突然发狂，是受到了外界的影响。以后不要随便把人放进来，癫狂焦躁，有典型精神分裂的症状，记录一下。精神分裂，这判断的也太草率了。没想到她会变成这样，以前还好好的一个姑娘，现在都被人说成精神分裂了。唉，这都是命数，不管是谁都逃不了命运。玉小姐，你觉得他最后写的那个字是什么意思？不知道，我也暂时没想明白呢。只有一个毛字，袁芒这里的线索算是断了，只能到时候问问九河的鬼差关于那2名死者还有袁芒的身份信息，看看从里面能不能找到线索。我是九河重案组副组长马建远，现在怀疑你们与一场命案有关，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。啊！马组长你好，我是你们重案组组长宋峰的侄子宋晨，这是我弟弟宋玉，另一位是我的朋友，我们会配合调查，但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命案？玉珍更愣，他说这俩家伙咋一个比一个淡定，这他妈家里有吃皇粮的，可怜自己8代贫穷，一个吃皇粮的都没有。原来是老宋的侄子。是这样的，你们3人2个小时前是不是去了九河精神病医院探视了一位叫袁芒的病人？是，我们去了，不过后来袁芒发病之后我们就走了。人死了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我们走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呢，怎么可能死了？你们刚走，袁芒就死了，口吐黑血，症状很像是中毒，你们是直接密切接触者，所以他的死是不是和你们有关？
都要回去做一份笔录。里面不是有监控吗？我们只碰了他2下，而且他是我弟弟的同学，又得了精神病，我们怎么可能会投毒杀害他们呢？重点就是在这儿，从你们进入房间开始，监控摄像就坏了，一直到死者发病，医生和护士进来监控才恢复正常，所以流程还是要走的。无论如何，这一趟是必须得走了，有事儿就直接蹲耗子，没事儿就做完笔录回家。头疼，没想到会牵扯到命案，真是麻烦死了。好你们2个小王八犊子，现在是翅膀硬了，连杀人这种事儿都干得出来。我今天非得替你妈教训教训你们2个，亲手送你们上刑场。小叔，不是这样的。什么不是这样的？老马都跟我说了。老宋，你这人怎么总是火气这么大？我说的是怀疑，没说杀人了。真的，你别偏袒他们，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这家伙这么希望自己侄子出事吗？真的，你快放下吧。到底咋回事？挂了电话，火急火燎的就赶回来了，还闯了个红灯，扣了我2分啊！法医鉴定科那边已经在化验了，很快就能出结果。死者的死得太突然了，加上监控画面突然失控，我只能先把你侄子们带回来了。确实有些古怪，死的不仅突然，监控画面失控也很蹊跷。女士，请问你和我侄子他们怎么认识的？经人介绍。叫什么？玉珍。哪里人？龙城秦家村人。家里几口？独我一人。多大了？23周岁。有对象吗？这是什么操作？你好，玉珍小姐，我今年32，比你大9岁，现在是重案组组长，月薪1万1，抛去公积金等等，还有9000块，可以上缴工资，无不良嗜好，偶尔出差，晋升空间大。小叔你怎么能这样？我哥他也喜欢大师啊！滚王八犊子，没结婚谁都有竞争的权利。你这样我告诉我妈，你抢我哥对象。不好意思，玉小姐，我小叔还有我弟弟，他俩脑子有病。这是在干什么？他早就知道这一家子都不正常。好了，老宋，现在咱们这是工作时间，不要把私人感情带到里面去，赶紧想办法怎么办吧。既然都是熟人，也不搞那一套了。你们为什么要去精神病医院探望袁芒？我们真的没干嘛，只是想查查线索，结果袁芒就死了，真的和我们没关系啊！你在开玩笑？什么笔仙，什么鬼？那么都是迷信想法，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，竟然相信这些东西？搞什么？又是笔仙，又是鬼的。现在小孩怎么这么迷信？真的，小叔儿，我1宿都没睡好，昨晚上可把我吓死了。幸亏有大师在，不然我真的要凶多吉少了。我哥也在，你知道的，他学考古的，是无神论者，可他昨晚也看到了。是真的，小叔叔，我一开始也不信，可后来真的颠覆了我的世界观。你很难想象一个正常的人类可以做出那么诡异的动作。宋峰和马建元毕竟是调查员，不相信这些事情是正常。可是2个孩子一脸认真，倒是让他们心里开始疑惑起来，难道是真的？老宋，尸检报告出来了，没有中毒迹象，死亡原因是内脏破裂导致大出血。尸检报告出来了，没有中毒迹象，死亡原因是内脏破裂导致大出血。内脏破裂大出血，身体有外伤吗？问题就出在这儿，身体表面无外伤，但内脏破碎十分严重，包括肋骨，像是被绞肉机绞过一样，根本不是人类能做到的。虽然人为也可以造成内脏损伤出血，但在没有任何外伤的情况下，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更何况脏器和骨头全部被绞碎。最顶尖专业的机器也不可能做得到，肯定是鬼干的。胡说，人家法医都说了，人为是不可能造成的。再说了，我和我哥再厉害，也不能把人给打死吧？而且当时医生们给他注射镇定剂的时候还好好的呢，大家都看见了，我们没动手。要真动手了，肯定就被护士发现了。袁芒当时要撞墙，还是大师拉住的呢。宋玉说的有理有据，但宋峰还是不太敢相信这会是所谓的灵异事件。毕竟他是调查员，不相信这些妖魔鬼怪之。马建元比宋峰大个10来岁，他以前是关东那边的调查员，后来被调到九河这边的重案组，当了副组长。要说全国哪里最迷信，除了岛夷就是关东了。关东地区的出马仙、跳大神巫术盛行，灵异事件可以说是层出不穷。他当调查员30年，也遇到几件悬案，至今都没破。宋，这件事情这么诡异，咱们不能用常规眼光去看待。我看你侄子也不像是个会骗人的。侄子虽然调皮捣蛋，但也比较听话。如今涉及到了命案，更没必要撒谎。死者的死因确实不太可能是这兄弟俩能做出来的。如果让我见到鬼，我就相信你们说的。可以，但活人见鬼终究对自身产生影响，在某个时间段时运低会很倒霉，喝凉水都塞牙的那种。我倒不怕倒霉，毕竟我头很铁。
玉珍见他不听劝，也没多说什么，只说现在不行，要等晚上12点以后。由于案件的诡异性，3人的嫌疑暂时被洗清，但还是需要做一份笔录。笔录结束后，宋晨顺便跟小叔宋峰要了一份关于笔仙里面那2名跳楼死者和袁芒的身份信息。玉小姐，你看看，信息都在这儿了，你看看有什么相似之处？经历什么的哪都不一样，唯一的就是都是同一个大学。可如果这是相同点，那袁芒早就应该遭到毒手了。那个的毛字一定非常的重要。2名跳楼的学生都是农历9月18晚上7点半出生的，属金，命里缺水。而袁芒则是1999农历6月14早上10点26出生的，属火，命里缺木。前2者命格相同。你生辰八字是什么？生辰八字我也不知道啊。99年农历9月18晚上7点半生的，阿晨比他早了半个小时。命格相同会怎么样？这个暂时还不知道，不过总算是找到了共同之处。现在就要破解那个毛是什么意思了。毛测？你是认真的吗？既然事关灵异，那毛这个字最贴近的应该就是茅山了吧？有道理，毕竟电影里都说了，茅山养鬼嘛。茅山宗的养鬼秘术不怎么了解，可以到时候问问鬼差或是白无常他们活得久，懂得多。虽然比不上昨天的大餐，但有吃的就行。看吧，我没骗你吧，小叔叔。看吧，我没骗你吧，小叔叔。毕竟是做调查员的，见过很多尸体，有被分尸的，有被撞飞脑瓜子少半截的，也有被烹煮的。眼前的只是一滩老鼠肉，不是人肉，倒也没觉得有多么恶心。那你还不收拾，就放在门口，天这么热，保准生蛆。我不敢吗？多恶心，看着就恶心。昨晚看新鲜的时候更恶心，一想起来就有点反胃。废物，这么大个小子，怕这点东西，没用的玩意儿，白长这么大个，跟个女人似的。你骂我？你等着，等我告诉我妈。我还能怕你不成？滚一边去！这地板都凹进去了，得使了多大劲儿啊！正常打斗，就算用上力气，也不可能造成这么大范围的倾沟。就算可以，那力气也要足够大，还没搬起来呢，就被反杀了。我说的可都是真的，可吓人了。就从外面走了进来，然后忽然浑身就开始哆嗦，趴到了地上，跟狗一样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反正就是很吓人，而且速度很快，差一点就把阿玉伤到了。幸好玉小姐出手及时。看来这件事情真有可能是真的，毕竟现场打斗的痕迹，正常人根本就做不到。我要睡一会儿，有事喊我。您睡吧，大师。不行，我得给白无常发个信息。袁芒拼命写下的毛子，还有同样的命格，到底这之间有什么联系？真的是关于茅山宗的吗？还有鬼将说要自己救救他，突然出现的婴儿啼哭声，一个接一个的谜团，像是一团毛线，数不清理还乱。玉小姐，快12点了，我来叫你起床。我这就下去，有点饿了，能拜托你做点吃的吗？不要啦，谢谢。阿爹就喜欢用皂角给我洗衣服，觉得天然的东西用着干净卫生。阿爹死了之后，我更加迷恋皂角味道，从来不用别的洗衣液，都是自己上山采皂角回来洗。我把你们的2盏灯灭了，一会儿你们就能看见鬼了。睡觉之前给白无常发了短信，让他帮忙联系一下九河这边的鬼差，应该马上就能到了。谁是玉珍？我是。他这小丫头看着平平无奇的，知道有什么本事？认识白无常大人？有何事？九河地区出现了鬼将，已经害了3人性命，这事儿你们不知道吗？什么？鬼将最近是出现了好几例身体死了、魂魄丢了的事件，而且不止如此，九河地区的厉鬼也无缘无故的消失了好几名，都是鬼将做的。如果是鬼将所为，这事儿就大了。我给白无常大人发个信息。我是不想找白无常的，毕竟他俩最近在地府开荒搞建设一天，累得跟狗一样。但夜莺觉得这事儿必须要上报，我总不能拦着。
小叔，你看见啥了？跟我说说呗。你看不到。对啊，我怎么可能看到啊？我又没有阴阳眼。小叔，你咋了？怎么感觉你不会说话了一样？这真的是鬼差，这也太现代化了，跟故事里的完全不一样啊！没想到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，不过倒是和人差不多，和小说里说的完全是天差地别。活了一大把岁数，还能见到这么不可思议的事情，这要是说出去都没人信。是啊，我们是做调查员的，跟别人说自己见过鬼，绝对不会有人信的。人生不过朝华30载，慢慢的容颜不在，五脏俱衰，魂魄脱离皮囊，转世轮回，再世为人。可惜过往种种烟消云散，再也不会记得分毫了。还是做鬼好啊！自己要是死了，一定不会投胎转世，在下面考个地府工作，或者自立一片山头，隔三差五和白无常他们下棋喝喝茶，也挺美滋滋的。可是你不入轮回，鬼差是不会同意的吧？可以考地府工作啊，就像鬼差这样的都不投胎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我已经把事情上报给了白无常大人，他说他忙完了就会过来，让你等他一会儿。真是麻烦他了，最近地府改革，你们都挺辛苦的吧？我们鬼差倒好一些，现在现实医疗技术发达，死的人少了，累的还是白无常大人他们。毕竟现在要改革，听说以前打仗的时候更累，他20年前死的，那时候都已经是非常和平的年代了，全世界都基本没有战争，更别说华夏，所以一直都是听前辈们说当时有多累多累。那可是黑白无常啊，看来不仅是活着还是死了，都是辛苦工作啊。你能看见我？是你把他们灯灭了，让他们看见我。他们要见鬼，我成全他们。人总是管不住好奇心，想见鬼，死了不就见到了吗？谢谢，我们还没活够，并不想死。恭迎黑白无常2位大人。哟，小白，麻烦你们跑一趟了。不麻烦，我们刚好完事。我听夜莺说，九河地区出现了鬼将，这可是大事儿。挺麻烦的，我跟你说。按照你说的，和九河突然出现厉鬼消失和灵魂消失这3件事情也许有联系，说不好真的和茅山有关系。你说鬼将魂体不稳，也许是被催生的，捕猎厉鬼为食，短时间内提升实力也是有可能的。说的不无道理，但是我对茅山秘术不太了解，你俩岁数大，比我懂得多，有何见解啊？我可没比你大到哪去。是没大多少，也不过684岁而已啦，洒洒水了。宋风和马建元内心已经麻木了，现在不管看到什么都不会惊讶了。宋玉兄弟俩看不到黑白无常和夜莺，在一边干着急，好奇的都不行了，但是又不敢问。茅山之中有起死回生的秘术，取9名和想要起死回生的人一样命格的魂魄，施展秘术就会重新长出骨肉。不过这个秘术很早之前就失传了，也不算失传吧，人哪有起死回生一说，强行逆天而为，最后也不过是活尸一具，这也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起死回生。 9个命格相同的阴魂，多名厉鬼消失。宋风，九河现在一共失踪了几个人？一共是6名，2男4女，最后消失的地方各不相同，但是都没有监控，所以查起来非常困难。6个人，加上跳楼的2个，再加上宋玉，刚好9个人。也就是说，失踪者实际上已经死了，而他们的命格和幕后之人所需要的命格是一样的，所以阴魂全都被抓走了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夜莺接不到已死的阴魂。我们现在虽然知道了这之前的联系，但是我们该怎么找人呢？毕竟我们现在一点线索都没，而且鬼差也找不到阴魂。这个就很简单了，宋玉是最后的一个人，他一定不会逃走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得先找到他。玄门立誓，不管是正一派还是全真，又或是茅山宗，都是有道士证记录的，你们可以通过这个来逐一排查。说的有道理，明天我们就立刻开始查。过几天就是端午了，到时候嘉年华别去不了了。小白好不容易给你弄到的通票，这可是跟秦广王求了好久，不要辜负他一番心意。放心，我肯定去。嘉年华呀，肯定要去，大玩特玩，大吃特吃。最近真是太累了，马上就是端午，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。你有事给我发信息，搞不了的给我们说。你们快回去休息吧。对了，你找那个婆娘了吗？找了，把魂要回来了，反正没挨揍，说的我嘴巴都干了，还搞了个厉鬼看门，脑子好像有病。行，我俩走了。大师，鬼差长啥样啊？还有黑白无常，快跟我说说呗，我真的好奇死了。又不是你怕的时候了。嘿嘿，好奇嘛。问你小叔吧。灯点起来了，不过我之前说过，人灯被灭时运极低，不要觉得侥幸，你可能喝凉水都塞牙。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啊。
不可能啊！我怎么会撞到桌子角上？明明特意想着的，自己的反应变慢了，还是真的和玉珍说的一样，会超级倒霉。此时阴气是一天内最盛的时候，鬼门大开，百鬼夜行，什么都不用做，只是躺在那儿，就有无数浓郁鬼气从四面八方涌来，化为一根根丝线状，钻进毛孔，流走于四肢百骸，修复着体内的沉疴。大师，你醒了？玉小姐叫的外卖已经到了，现在吃吗？我先刷个牙。蟹粉的，还有胡萝卜的、豆腐的，他们家包子可好吃了。包子真不错。大师，你会不会玩手柄游戏？可以，你教我。咱们玩哪个？我买了几10个游戏，分手厨房，这个可以。虽然游戏简单，但是需要足够的反应力。这是双人游戏，你先看我玩一下。一共7个，2女5男，你看看哪个有可能？你真当我是神仙？我可看不出来，你们挨个找呗，我和你一起。行，那咱们现在就走。刚刚局里来电话，又有1名女性失踪了。什么？那加上你侄子，那不就是10个人了？就不是黑无常说的那个什么穷孙大王了？不一定啊，先找人吧，实在不行，去茅山宗问问看。最后一个茅山弟子岁数是这些人里面最大的，叫卢爱国，今年42，本地人，在九河郊区乡下有祖屋。哇，有小又嫩的小黄瓜，这种最好吃了。别忘了我们还有任务。哪儿来的啊？市里来的，找一个叫卢爱国的。找那个混小子做啥？他可不是好人。咋地，大爷？罗爱国咋的你了？你这么讨厌他？没咋地我，不过村里谁不知道他是个混不吝的，跟他待在一起准没好事儿。他命硬着呢，专克别人。卢爱国出生的时候，母亲难产，大出血，生下卢爱国就一命呜呼了。他爹一个官夫，一口米汤给他养活大了。卢爱国6岁的时候，他爹又娶了一房婆姨，婆姨还带来了2个闺女，一家5口过得还算美满。卢爱国8岁的时候，他爹掉进冰窟窿里死了，一家3张嘴就指望着继母，天不遂人愿。继母和2个妹妹回娘家要米，半路上遇到流氓，把继母和年仅7岁的2个妹妹先杀后奸，尸体发现的时候已经烂得看不出样子。村子里都传卢爱国命硬，专克别人，是扫把星下凡，一个个见了他如见蛇鼠，虫蚁避之不及。当时卢爱国才8岁，为了活下去，跟狗抢饭吃。再后来要村子改革，卢爱国作为孤儿，被新来的村书记领养，给他吃喝，给他穿新衣，给他上学，百般疼爱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卢爱国16岁，那村书记也到了该退休的年纪。就在村书记退休的前一晚，家里无故燃起大火，火势猛烈，刚从山上下来的卢爱国拼命进去救，可那时候村书记已经活活烧死了。而卢爱国也因为大火全身60%的烧伤面积，送到医院的时候就剩一口气了。要不说他命硬，扫把星砖克别人呢，那么大火卢爱国烧成那样儿了，都以为他活不了了，可没想到他硬是挺过来了。宋玉听得直啧舌，
这是除了自己以外，克天克地克父母克亲戚朋友啊。玉珍却不觉得有什么，有些人天煞孤星，这是命中注定好的。然后呢？后来娃娃活下来了，但村子里的人都怕他，就把他赶走了，一走几十年没回过。故事到此就结束了。卢爱国的童年是带着浓烈悲剧色彩的，而这样的人很容易产生阴质偏执、常人无法理解的想法。这也太臭了，这什么味儿啊，这么恶心！俩人是做调查员，一闻这味道便知道答案。你和宋玉在外面等着吧，他这样可看不了里面的东西。行，那你们小心点。卧槽，这家伙真他妈的是个畜生！这都是活生生的人啊！连环杀人案，卢爱国就算有9条命，也不够毙的。看来这次的茅山之旅是必须要去了，只希望还能赶上嘉年华。第1天还在一起玩游戏，第2天就天人永隔了。死后尸体还从太平间被偷到了这里。卢爱国集齐了9名命格相同的阴魂，就不会再想着取宋玉的命了。那接下来怎么抓捕，去哪儿抓捕卢爱国，就和我没关系了。两位老板，我按照约定保护了宋玉老板的命，现在宋玉老板已经解除了生命危险，咱就是说，是不是该付款了？钱我会给的，但是大师你不去抓罪魁祸首吗？你看我像是做慈善的吗？我收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从一开始你说的就是让你活下来，现在问题解决，咱们就是银货两讫。玉小姐，刚刚我已经向上面申请发布悬赏令了，因其犯罪重大，抓捕归案会有6万元的赏金。6万块钱，有了这6万块钱，不仅可以改下水，还可以安装热水器，还可以装个浴霸，这样冬天就不用和一群老太太起澡堂子了。是我的荣幸，这等危险事情舍我其谁，我光荣，我自豪。你刚刚可不是这么说的，明明就是为了钱，这翻脸速度真是比翻书还快。虽然已经发布悬赏，但是只有卢爱国没毁容前的身份证照片，他这么多年没更新，还是老档案，是个黑户，还是很难找到的。那就先去茅山看看，也许会有线索。好，那咱们现在就出发。可叔，我们也去，罪犯还没落网，万一再找过来，我们这儿抵挡不住啊。也行。你好，我们是调查员，来这里做一些调查。你放心，我肯定支持你们工作。我们想找茅山的道长，得麻烦你带我们过去。我有话要问，涉及了连环杀人案。这么严重啊？那你们快跟我来，我带你们去找道长。坐了这么久的车，累死我了，现在还要爬山，要死了。坐那么久的车还要爬山，到山顶我腿得软成面条啊！再坚持一下，很快就到了。那间是静修道长在住，他辈分大，懂得多，现在应该在静修，你们可以问问他。静修道长在吗？我是9合重案组的，有些事情想问道长。这更深漏重，几位善信有何事？道长，卢爱国这个人，你知道不知道？静和，他是我师弟。各位有什么事，先进来再说吧。几位找静和有什么事情？他不日前就下山了，到现在都没回来。卢爱国杀人了，9个人，尸体挂在他老家的祖屋里，再吊2天就成腊肠了。几位善信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师弟怎么会杀人呢？谁知道呢？人都是会变的。9个人，9条阴魂，命格相同，他想要做什么，道长您一下就能知道吧。9条阴魂，命格相同，全生大法。我们现在不知道他在哪儿，所以只能过来问问道长能不能帮得上忙。我知道他为什么杀人了。全生大法乃我茅山禁术，需9名命格相同的亡魂才能成功。此法异常恶毒，便封在了书阁里。后来战乱频发，我茅山的弟子入室救人，等回来时就发现秘术不知所踪。我师弟来的那天是大雪天，山路都封了，我在门口扫雪，
就看见不远处有个人影跌跌撞撞的。等他走到我面前，才发现是个男孩，衣衫褴褛的，脚上的鞋子都烂了，脚趾头露了半截，上面还沾着血水。他看见我，好像是看见了救命稻草，跪在我面前。师弟他虽然长相骇人，但终究是个娃娃，又冻得快死了。我立马抱着他进了屋，喝了热汤面，裹着大棉毯，才慢慢的缓过劲来。他说他是孤儿，无处可去，身无分文，从九河硬生生的走了过来，想过来拜师门。我问他为什么要拜师门，他说道观能给他一口饭吃。我说我们做道士的收入微薄，刚踏入道门的弟子只管饭，没有工资，生活艰苦，活也很多。他说他能干，什么都能干，只要给一口饭吃，没有钱也没关系的。我当时已经看出他灵根聪慧，但天煞孤星，便请示了师傅，为师傅收为弟子，上表文书，以示天地，成了我的师弟。现在想想，昨日之事近在眼前，时间可过得真快啊！师弟虽然长得骇人，但心地是好的，最是憨厚老实。因为他天煞孤星，所以这么多年来一直没娶媳妇儿。那真是奇怪了，全生大法是为了起死回生，他没媳妇儿又没孩子的。你开头说你知道他为什么杀人，原因呢？他有一养子，那是他捡回来的，师弟十分宠溺。我们当时都以为师弟的天煞孤星不会对一个小儿有影响，可我们错了。娃娃7岁那年得了白血病，就坚持了半年。从那之后，师弟就变了。我不知道他从哪里会的全生大法，但我想他杀9条人命，一定是为了娃娃。他许是在后山的湖边吧，娃娃的坟就在那儿。好安静啊，这静悄悄的感觉太瘆人了。可能暴风雨要来了吧？等会儿你们就在边上等着我。对方不好惹，又有鬼将坐镇，你们几个上去还不够一盘菜的。玉小姐，你这就小看我了。术业有专攻，你的子弹对鬼可没用。你可以去抓鲁爱国，不过你可不能跟我抢奖金啊，最多分你2000块钱。这丫头还真是财迷，我1分都不要，都给你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天地有神明，你要是骗我，要下拔舌地狱的。爹的好儿郎，咱们父子今天就能团圆了。我感觉应该是不行。是谁？这么快把我忘了？咱俩不是通过鬼将见过吗？你想干什么？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我要抓你啊！你杀了9条人命，这都不抓你，那还有天理吗？抓我？你以为你打败鬼将就能抓我？天真！今天谁都没办法阻止我。婴儿对女鬼的孩子，鬼将是自愿被控制的，必须谨慎。女鬼与鬼婴在一起是金刚同母，不要妄下去。你真敢啊你！在茅山干这事儿，阴气这么重，你那些师兄师弟的很快就发现了。那又如何？谁都没办法阻止我。全生大法你是怎么找到的？静修说这玩意儿哦，早就已经失传了。告诉你也无妨。你以为养父的那场大火真的是无缘无故点起来的？是我放的。你以为他为什么要领养我？是见我长得好看，起了邪心。直到我在他房间里找到一本名为《全生大法》的孤本，决定踏入玄门。为了逃，我放火烧死了他。死了好啊，死了才能一了百了。还是你牛逼！玄门之人，勘破天机，必有5弊3缺。你占了一个独一字，鳏寡孤独残，3缺福禄寿。你那时还不是玄门中人，只能算是命格不好，中年丧子，这才是中了5弊3缺中的毒。幼子夭折，注定老无子嗣，无法承欢膝下。去他妈的5弊3缺！老子不认，老子没错。谁要是敢拦我们父子相聚，老子就杀了谁。凭什么别人的一生幸福美满，我的一生从开头就不幸？
最后落了个孤独。不辟的天煞孤星，不辟的五弊三缺，我偏偏不认。你不认不行啊，我也不批判你，各自有各自的立场。我的立场就是将你抓捕归案，你可值钱呢，整整6万块呢。你不认不行啊，我也不批判你，各自有各自立场。我的立场就是将你抓捕归案，你可值钱呢，整整6万块呢。你跟别人倒是不一样，因为我是怪胎吗？哈哈，以阴气为食，怪胎啊，果然是怪胎，却有肉体凡胎。玉珍干得漂亮，好你个小儿，竟敢踩碎我的法器！你今日阻挡我儿重生，我要你的命！3星在上，4五真灵，天雷降世，震慑邪祟，急急如律令。是雷法即五雷正法，用来祈晴雨、止旱涝的一种方术。雷乃至阳之物，可震慑邪祟、降妖除魔。除了卢爱国用的这种恭请神雷之外，还有掌心雷、福禄雷法等等。你他妈疯了你！你敢阻拦我，我就要你的命！去死吧！哈哈！你真是疯子你！快走！玉小姐你呢？大师，快走！玉小姐，快跑啊！不用管我，他现在根本就是自身难保，但伤亡是越少越好。这老逼灯是疯了，竟然搞了雷法。玉珍什么都不怕，唯有对雷法退避三舍。可眼下他不能退，关键是他想退也退不了。阿爹说过，要自己好好的活，自由自在的活。想我的命，你还不够格啊！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，大师死了，都因为我。这种无力的感觉席卷全身，宋风整个人愤怒到了极点，已经失去了理智。又一条鲜活的生命逝去，而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卢爱国。大师，不，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大师死了，都因为我。卢爱国，我要杀了你，杀了你！还有心跳，他还活着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有气了？我只是想父子团聚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卢爱国，你连杀9人，拒不悔改。我现在以9合重案组的名义逮捕你归案。我竟然还活着！大师，你醒了。这是哪儿？还有我晕过去之后都发生了什么？卢爱国呢？事情大概就是这样。原来我命这么硬，还是福大命大。其实卢爱国也挺可怜的，坎坷大半辈子，最后惨死。可怜，但不同情。无辜的生命也没有错，做了就要去承担。是啊，但如果换成我们和他一样，大概也会疯成魔吧。不过这不是他杀人的理由。对了，他那个小瓶子呢？里面装着阴魂呢。被那个鬼将带走了，说是要交给鬼差安排他们去投胎。临走前说还会找你，要当面谢谢你。哦，订票吧，下午我就想回去了。真的？你看你还不信我？我当时枪一掏出来，直接就跪地上了。真厉害！所以奖金呢？一共15000块钱，加上奖金，诚谢惠顾。放心，都给你准备好了。这美妙的手感，真是个财迷啊！错了，不说了。卢爱国的事儿到此为止，宋玉也不再有生命危险，玉珍的任务圆满完成。明天就是端午了，他要回家。咱们银货2期概不相欠，我买了6点的车票，等会儿就走。这么快？不能再留几天吗？虽然认识时间短，但也算有过命交情啊，真舍不得啊。还是要回家了，回家过节，我爹等着我呢。那好吧，走，我开车送你到车站。拜拜，咱们以后微信常联系。山水有相逢。
才多久就车就没电了，还好有踏板。有钱了，家里的下水肯定是要改的，淋浴间得安个用电的。这一套下来3万块钱，以后钱多了把家翻修，盖个4合院，别墅也行，再找个漂亮的小男孩入赘到家里来。嘿嘿。白姨买粽子，猪肉的还是大枣的？2个大枣的，5块，年年都不自己包。你都这么大了，也该学着点了。还是因为你包的好吃，人美手也巧，宋叔真有福气。蘸糖吃，咱们村里就你嘴最甜了，会说话。白姨，你别管他们说什么，他们见不得人好。习惯了，至少大家表面愿意和和气气的。白姨，我看你紫气东来，是有福要到了。真的啊？当然是真的，不过我也摸不准是什么福。不过白姨你心善，福气多着呢。那就借你吉言了，玉丫头。阿爹，端午安康，我很想你。监测到直播任务，是否开启系统直播？开启。主播在走音吧？之前不是说了端午节要去地府？是在走音，我在这儿等去地府的17路大巴车呢。我活得很好，放心吧。妹子，你在自言自语的说啥呢？我在直播。哦，你看看家里人了，时间还早，你不多留一会儿，1年就这么几次免费的机会。除了特殊的鬼可以飘荡在现世，剩下的都居住在地府。除了每年节日免费外，剩下想要来现世或者托梦是要交钱的。我是人，走音要去地府玩的。你可真的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说单纯要去地府玩的。一般人走音一定是有事在身，像他这样单纯去玩的很少很少。毕竟走音是有时间限制，魂魄离体越久，对自身的损伤越大，所以走音之人都是办完事立刻就回到肉身内。是黄泉大巴车17路到了，年年来现世看亲人的都这么多。主播，他们回来看亲人，可是亲人不知道怎么办啊。烧纸钱真的有用吗？烧纸钱是有用的。人有银行账户，鬼有天地银行，你们烧的纸钱都会存入天地银行中给亲人们使用。正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，这话也有一定道理的。人干点啥还得送礼红包呢，鬼也是一样，如果超过地府规定的探亲次数，就得花钱托梦了。谢谢，有被科普到，现在已经觉得自己是个没良心的不孝子了。我要给我妈多烧点，给我自己也存一点，留着我死了以后用，省得我孩子不孝顺。当然啦，如果你们的亲人已经投胎转世，烧纸钱也没用了，纯属于给地府增加收入。因为人已经投胎，天地银行的账号回收，钱就会进入银行里，就是属于地府的了。烧纸钱的时候要分一些给孤魂野鬼，他们收了钱就不会作弄你们。烧完纸钱不要回头看，也不要在院子里烧，不吉利。上次我对象还想在院子里烧纸钱，我嫌弃有味儿，不让他烧。现在看来，我的做法是对的。我烧纸钱的时候，也会给孤魂野鬼分一些，毕竟都是孤魂野鬼了，没家没亲人的，也怪可怜的。曼珠沙华，花开1000年，花落1000年，花叶永不相见，也是地府中唯一的花，乃是天宇4花之一。彼岸花也太美了吧！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花海，完全看不到尽头，已经脑补100万小说了。谢谢。这不就是石蒜吗？现实也有啊。主播真的太接地气了，好一个石蒜，意境全没了。这玩意儿你还没看够啊！地府里全都是。快走吧，船夫等急了。这就走，这就走。三途河水至阴至寒，散发着无尽幽怨、绝望凄凉之气，混合着曼珠沙华香气，会蛊惑鬼心。就算是再厉害的鬼魂掉进三途河中，顷刻之间也会被三途河吞噬。只有在船上才能免于危险，所以任何鬼都不敢在船上闹事。这不是小阿珍吗？可得有2年没见了吧？对呀，我这2年过得凄凄惨惨，也没时间下来玩了。这不，小白刚给我张嘉年华的票，让我下来玩玩。快上船，咱俩趁着这点时间多聊聊。好嘞。这人竟然跟船夫这么熟，还有他口中的小白，不会是白无常带？天哪，我到底认识了怎样一个人啊？
可不是嘛！前年地府搞现代化建设，3图河全线换装静音阴气发动机，省力又环保，就是我这身行头。判官非说要有地府特色，给我配了套西装，说这叫传统与现代结合。船夫穿西装划船，这什么地府时尚混搭？所以地府真的用发动机了？环保吗？烧汽油还是烧纸钱？你们领导审美挺别致。黄泉乡游乐场，与其说是阴森地府，不如说是赛博朋克版的奇幻乐园。这是地府，这比迪士尼还酷。想去，怎么下去？在线等，挺急的。小白给的 VIP 通票，所有项目免费，吃喝全包。今天我要吃垮地府。玩得开心啊，小阿珍。来啦，快下来！这血池温泉对修复魂魄损伤有奇效，你刚挨了雷劈，正好泡泡。还有这凝魂浆，喝了这个泡3天温泉，基本能恢复7、8成。活过来了。对了，我直播还开着呢。黑白无常泡温泉，这画面太美，我不敢看。血池温泉是我理解的那个血池吗？对了，小白，罗爱国那事儿，后来那对母子鬼将怎么样了？他们啊，女鬼叫秀娘，民国时候难产死的，孩子成了鬼婴。罗爱国用他孩子的魂魄胁迫他做事，现在罗爱国魂飞魄散，秀娘自愿带着孩子去轮回寺报道，也算有个好结局。你救的那几个阴魂都已经安排投胎了，功德算你头上。功德能换钱吗？你就知道钱，功德是地府硬通货，能换阴德庇佑，或者换点地府特产。特产好啊。哟，小阿珍来了，小白大人特意吩咐了，给你特调一杯益甜丝苦奶茶，加双倍珍珠。谢谢孟婆婆，这奶茶喝了不会真忘事儿吧？瞧你说的，那是汤，我这是奶茶，娱乐产品。好喝，有小时候我爹给我买的麦芽糖味儿。那边有黄泉抓鬼游戏，去玩玩。3位玩嘛，10个直往5鬼币，捞到5只换钥匙扣，10只换玩偶，20只换限定版哭丧棒模型。我来，我捞鱼可厉害了。这网也太脆了。阴气凝冰，加固。大黑以前是负责捞溺死鬼的，专业对口。嘿，黑大人，您这算不算作弊？规则没说。您说的对，这是限定哭丧棒模型，您拿好。快到游行了，去主干道等着吧。今年听说有新花样。阎王爷爷直播啊？与时俱进嘛，他账号粉丝比你还多，主要讲地府普法案例，比如盗窃罪在阴间的量刑标准，论托梦骚扰活人的法律责任。姐姐，你是那个直播的玉珍姐姐吗？是啊，怎么了？我能拜托你一件事吗？我叫妞妞，我看了你的直播，知道你能帮鬼，也能帮人传话。你想让我帮你传话给家人？不全是，姐姐，你能帮我找我妈妈吗？我找不到她了。小鬼，你的信息牌呢？父母是谁？什么时候死的？我没有牌，我妈妈叫李秀娟，我是1955年死的。没有身份牌，95年死的，你是游魂。我不是坏鬼，我一直很乖，没吓过人。我就是想找到妈妈，问问她为什么不要我了。小白，能查查吗？李秀娟，1995年，确实已经投胎了，都投了2次了。那她过得好吗？还记得我吗？投胎后前程尽旺，这是规矩。她这辈子父母健全，家庭和睦。那就好，妈妈过得好就好。那你呢？你为什么不去投胎啊？我想等妈妈，但我知道等不到了。可是我害怕，听说投胎要过奈何桥，要喝孟婆汤，我怕疼，也怕忘了妈妈。我们可以帮你安排投胎，找个好人家，这需要你自愿，而且得先去补办手续。真的吗？我愿意投胎，我想有个家。那你想见你妈妈吗？我看了，知道她过得好就够了。看了，我会更舍不得，也会打扰她现在的生活。妞妞真懂事。这样，姐姐带你办手续，然后送你去投胎。投胎前，姐姐请你吃游乐场里所有好吃的，玩所有好玩的，好不好？
妞妞原名陈小丫，1995年6月15日死于溺水，情况属实，属于意外死亡，游荡23年，无伤人记录，无扰乱阴阳秩序记录。投胎排队号码是 B4729，阴间时间3天后轮到。能插个队吗？安排个好点的人家。白大人，排队系统是自动的，最近投胎名额紧，用我的功德点给他换个福泽安康套餐，尽快办。黑大人，这功德点够换顶级套餐了。谢谢黑叔叔。已安排，阴间时间明天上午10点，投胎至南江市一对教师夫妇家中，家境优渥，父母慈爱，一生顺遂平安，这是投胎通行证。明天这么快？走吧，今天先去放松一下吧。家人们，地府美食测评，这个烤鱿鱼味道绝了，就是吃的时候需要点勇气。玉珍姐姐，我能叫你一声妈妈吗？我从来没有叫过妈妈，我想练习一下。叫吧。妈妈，再见。再见，下辈子要幸福啊。妞妞，投胎后虽然会忘记这一切，但姐姐希望你记住这种感觉。世界很大很美，要好好活着，好好看。我会的。玉珍姐姐，你也要好好活着，你是个好人。姐姐是猴鬼见愁还差不多。B4729，陈小丫准备过检了。孟婆婆喝了这个，就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？孩子，忘记不是坏事，就像树叶落了，化成泥才能长出新的枝芽，你会有全新的人生。玉珍姐姐、白叔叔、黑叔叔，谢谢你们，我走啦。去吧，一路平安，一定要幸福啊！你身上多了很多愿力，这些愿力在帮你修复魂魄。这是妞妞的祝福。那挺好，走吧，回家，我家空调还等着安装呢。睡得好香，地府温泉加愿力修复，效果拔群啊！昨日直播峰值观看人数破100万，收入结算中，奖励已发放，现金5万元，愿力转化功德点加100系统提示。5万加上之前的，我成小富婆了。对了，空调、下水、热水器、浴霸安排。丫头，你这房子老了，管道得全换，还要挖化粪池，接市政污水管，工程不小，连工带料，最少这个数。3万。3万5，给你用最好的材料，保证30年不堵。行，但得快点，我急着用。玉珍发财了，又是安空调，又是改下水，这得花不少钱吧？做你那行，来钱是快哈。瞎说啥呢？玉珍是本事大，直播挣钱，在我孙子手机上看到了，可厉害哩！直播见鬼，骗人的吧？肯定是用了啥投影仪。花婶儿，过2天我家施工，吵到您多包涵。等弄好了，请您来我家第一个洗澡。那感情好。家人们晚上好，地府之旅圆满结束，妞妞已经顺利投胎到好人家了。今天不搞刺激的，聊聊天，给大家看看我刚到账的5万块钱。真晒余额。我哭了，我月5块8。我打算一部分要用来改造我家，然后以玉珍直播间的名义捐给本地的流浪动物救助站和儿童福利院。主播自己过得也不容易，还想着帮别人。粉了，3观正。已打赏，绵薄之力。谢谢大家，我也没多高尚，就是觉得钱够花就行，多了能帮到需要帮助的生命是好事。对了，等我家改造好了，邀请大家云参观我的新浴室。想看？主播记得装个好点的花洒。王师傅，这根管角度不对吧？到时候容易躲。丫头，你还懂这个？好歹也是自己挑过粪的，有点经验。行，听你的，改。师傅，玉珍妹子人挺好，大方，不像村里有些婆娘抠抠搜搜。是啊，这丫头实在，咱们得给她把活干漂亮了。宋晨，你有事吗？玉小姐，没打扰你吧？我就是想问问，你以后还接我家这样的委托吗？接啊，给钱就干。怎么，你又有朋友撞鬼了？不是，我是想等我毕业了可以跟你合作。我学考古的，对民俗历史和一些超自然现象的记载比较了解，我可以帮你做背景调查、信息整理，还能帮你打理直播账号、接洽委托什么的。听起来还不错，但我经常在村里，你在城里上学。我可以远程，而且我快毕业了，工作地点可以商量。可以试试，不过事先说好，我当老板，你打工。好，我这就去准备。玉老板早点休息。丫头，验收一下吧，所有管道都是过水了，畅通无阻，热水器也调试好了，即开即热。太好了，王师傅，辛苦您和各位大哥了，尾款我马上转您。阿爹，你看，咱们家越来越好了，等再攒点钱，盖大房子，改造完成，感谢王师傅团队，今晚直播试水新花洒。家人们，
青花洒，水流强劲，热水充足，浴霸暖得像春天。你以前这就是幸福的感觉。洗完了，神清气爽。接下来是保留节目，吃夜宵。今天奢侈一把，泡面加火腿肠加卤蛋。主播吃泡面都是香，接地气的老公。唠嗑吗？没有鬼看。哪有天天见鬼的？鬼也嫌烦啊。今晚就聊聊天，回答点问题。你们有啥想问的？地府真有 WiFi 吗？信号怎么样？地府有阴网，覆盖全境，信号比某些山区好。鬼不需要睡觉，但可以休眠，恢复阴气，类似待机。不能，那是生死不管的。我只能看到气。可以在门口撒点香灰或大米，第二天看有没有脚印。男朋友没有，养自己都费劲，养男人更费劲。等我盖了别墅，考虑招个好看的花瓶入赘。主播考虑一下宋晨小哥，他好像对你有意思。别乱点鸳鸯谱啊！宋晨现在是我员工，对，员工，我们是纯洁的雇佣关系。看我员工多靠谱，大家可以去账号主页看更新。玉姐姐，救命啊！我好像惹上麻烦了。慢慢说，怎么了？我不是在剧团吗？最近接了个新戏，是民国题材的，在影视城拍。我们租的那个老宅子场景好像不太干净。地点在哪儿？影视城？离龙城远吗？在北边的衡山影视城。玉姐姐，你能来看看吗？导演说了，只要能把问题解决，酬劳好商量。衡山有点远啊，我现在业务繁忙。包往返机票，住宿5星级，1天5000，解决另算奖金。地址发我，明天到。好，谢谢玉姐姐。新业务，新地图，衡山影视城。听说那里民国街区做的特别逼真，说不定真能撞见几个老住户。姑娘，你是去衡山旅游还是追星啊？出差抓鬼。姑娘真幽默，懒得解释。就是前面那个百乐门歌舞厅和旁边的春风旅社，是我们租的主要场景。怪事都发生在这2栋楼里。有意思，不是新死的鬼，是有点年头的地缚灵。地缚灵很厉害吗？看情况，通常离不开死亡地，攻击性不强，但闹起来也挺烦人。先去见见导演吧。玉小姐是吧？倩倩说您本事大，我们这剧组实在是被折腾得够呛，夜戏根本没法拍，演员状态也不好。您看这事儿能解决吗？需要什么准备？我先看看地方，晚上给我清个场，留几个人就行。酬劳按天算，问题解决后付清。另外，我需要知道这2栋仿古建筑在建造时或者原址上有没有出过什么事儿，死过人吗？这个我们租的时候，影视城方面没说啊，不过我可以去打听打听。最好打听清楚，知道原因才好沟通。我这就去问影视城管理办。新地图地缚灵，听起来就很带感。家人们，今天咱们来探秘民国鬼屋，这里阴气很重，而且不止一个。先生今晚点我唱哪一曲呀？就是这个，我们之前看到的白影。玉姐姐，没事的。这位小姐，唱片该换了。你能看见我？你不怕我？见得多了，没啥怕。倒是你，在这儿飘了有些年头了吧？为什么不走？走，去哪儿？我在等林先生，他说好了，赎我出去，带我去南洋，他一定会来的。典型的痴情女子负心汉戏码，民国时期歌女舞女常见的悲剧。林先生全名叫什么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哪一年的事？我叫小蝶，他叫林文轩，是南洋来的商人。民国37年，对，民国37年春天，他说回去筹钱，让我等他，我一直等，一直等。你等的人可能永远不会来了。不会的，他答应我的，他说过要娶我，一定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。我要等他，我要在这里等他。玉小姐，快想想办法。你也该放下了。
原来他早就走了，娶了别人，我等了一辈子，傻了一辈子。小蝶为这样一个不值得的人困了自己70年，够了，该去你该去的地方了。是啊，够了，谢谢你让我醒过来。解决了，一个解决了，但这里的阴气不止他一个，春风旅社那边恐怕还有。这里的执念更杂乱，有怨恨，有恐惧，不止一个魂，而且有血腥气。这是谋杀，而且不止一起。这个旅社在某个时期可能是个魔窟。痛，好痛！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？报仇！我们要报仇！我知道你们很痛苦，恨意难平，但时代变了，我可以帮你们超度，送你们去该去的地方，在那里善恶有报，害你们的人会得到惩罚。我们能解脱吗？我们能看见那些混蛋下地狱吗？能，地府有孽镜台，生前罪恶一一照见，18层地狱就是为他们准备的。带我们走，我们不想留在这儿了，太冷了。进来吧，我送你们一程。搞定了，这2个地方的原住民我都送走了，以后应该不会再闹了。啊，谢谢，太谢谢了，玉小姐，酬劳我马上付双倍。员工新案子搞定，收入 X1，资料整理一下，民国地缚灵，歌女痴情，旅社惨案，可以做个专题。收到了，老板。另外，我查到一些关于衡山影视城其他区域的传闻，需要我整理给你吗？发来看看，不过得加钱。灵异，阿米多拉卡，西西，又赚一笔外快。玉大师，真是多亏您了。这些传闻其实一直有，我们也请过人看，效果都不太好。您这一出手，清静多了，以后常来玩，终身 VIP。好说，有问题随时联系，打8折。谢谢玉大师。专门接这种灵异委托，好像确实可以当成一个正经生意来做。我有技术，宋晨有文化，方倩倩算半个娱乐圈人脉，可以搞个玉真灵异事务所。算了，还是直白点好，客户一看就懂。您这个灵异咨询与处理业务范围不太好界定啊，建议注册成文化咨询或民俗研究类，比较稳妥。行，就文化咨询吧，反正干的活差不多。终于都弄完了。员工招牌挂好了，电脑也装好了，下一步干啥？老板，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正式的线上接单渠道，我做了个简单的问卷表单，链接发你了，可以挂在直播账号简介里。客户先填基本情况，我们初步筛选后再决定是否接洽。行，还有呢？其次，定价策略，我参考了市面上一些风水大师、心理咨询师的收费，结合你的能力和风险程度，做了个初步价目表。你看一下，初步咨询费500元每小时，现场勘查起步价3000元，常规灵体处理5亿02万元，高危事件面议。哇，员工你很懂吗？就按这个来，不过注明特殊情况，比如特别穷或者特别可怜，可以打折或免费。老板，你的形象需要稍微包装一下，是让你在接洽正式委托时显得更专业可靠一些，比如准备一套稍微正式点的行头。行头？这套不行吗？多舒服。至少见客户的时候换一下，比如简单的 T 恤牛仔裤，或者我帮你挑几件。行吧行吧，你看着办，别太贵，别花里胡哨。家人们，通知各室，我玉珍正式成立灵异事务咨询工作室了，有需要的可以去账号简介看链接填表。不过事先声明，骗子、捣乱的、想见鬼玩的，一律不接。我们只处理真有问题、需要帮助的个案。恭喜玉老板开业大吉！所以以后能经常看到各种灵异事件，处理实录了。主播记得开发票沟通。发票这个啊，我得研究研究。好了，业务宣传完毕，今晚聊点轻松的。你们有没有什么奇葩的、自己遇到的解释不了的经历，说出来让大家乐呵乐呵？我小时候总感觉床底下有人看着我。楼上弹出声算法，虽然知道是建筑结构热胀冷缩。我爷爷说他年轻时候走夜路遇到过鬼打墙。你们那些都是科学能解释的，都不是真的灵异。玉大师，求您帮帮我！我妹妹3年前在西南边境徒步旅行时失踪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我们找遍了，警察也立了案，但毫无线索。最近我总梦到她在一个很黑很冷的地方哭，说我怎么还不去找她？我怀疑她是不是遇害了，魂魄被困住了。求您帮我找找，花多少钱我都愿意。边境失踪，主播这个能接吗？听起来好复杂。刷了10个火箭，是真着急啊！寻亲者，私信我，把你妹妹的姓名、生辰八字、失踪时间、地点，最好有照片发给我，我需要先看看。另外，这种情况非常复杂，涉及寻人，甚至可能涉及刑事案件，我不能保证一定能找到，费用也可能很高。你确定要委托吗？确定，只要有一线希望，我倾家荡产也要试。
资料我马上发你。家人们，今晚直播先到这里，我有点事要处理。如果这个委托接下来，过程可能会在后续直播中部分呈现，但会保护客户隐私。西南边境原始丛林，失踪3年，托梦，这感觉不妙啊！员工，紧急情况，有个新委托，非常规，高风险，我需要你立刻查一下西南滇缅边境一带近3年有没有类似的失踪案，特别是年轻女性徒步旅行者，还有那个区域的民俗传说，关于困魂、迷障之类的。收到，老板，我马上查。这次恐怕不是送个鬼那么简单了。老板，查到了，在滇缅边境那片区域，失踪案里有4起是单独行动的女性，包括李磊的妹妹李雪。警察那边怎么说？定性为意外失踪，在当地的传说里，那里被称为魂归岭，不仅容易迷路，魂魄也会留下。东西具体指什么？说法很多，精怪、战争怨灵，还有祭祀的邪神，真实性存疑，但区域磁场极端，异常是真的。李磊的梦如果真的是感应，说明李雪的魂魄确实被困在某处，而且还有意识，这比单纯的死亡更麻烦。如果是被有意识的东西拘禁，老板，这个委托风险太高，抛开灵体不说，但李磊快崩溃了，他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所有帮助，遗物也寄来了，上面有很强的残留执念。你决定接了？接。员工列个装备清单，联系李磊，告诉他费用按天计，上不封顶。第二，让他找当地最优秀的向导。第三，签生死状，我只负责找线索和解决灵异问题，不保证人身安全，也不保证能找到。玉大师，您终于来了。这是我请的向导，阎文大哥祖祖辈辈住山里，是最好的猎手和采药人。李兄弟的事情我听说了，那地方不好进，更不好出。你们确定要去？确定。阎文大哥，麻烦您了。进山后一切听您指挥，遇到非自然的事情交给我。哥，我到边境了，这里风景超美。石边浓雾被注视，果然是不寻常的东西。恐惧的源头似乎不是人。家人们，我已经到地方了，明天进山。这次情况特殊，直播可能断续，信号可能不好。如果我长时间没更新，记得帮我报警。谢了大家，今晚先这样，我保存体力。晚安。注意脚下，别掉队。好杂的气，更深处还散发着浓烈的沉腐阴郁气。再往前走，就算真正进入魂归岭的范围了，里面有吃人魂的山鬼。3年前，有一对不听劝的年轻人再也没出来，其中一个女孩有点像李兄妹妹。救我！带我出去！有鬼！